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美股投资的股息基础。如果各位想要爽领美股的股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的3个重要日子。Kevin 以前投资美股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很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参加到除权息？我到底能不能领到股息啊？那 Kevin 还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我参加除权息这么久了，我的现金还没有增加？我就非常的好奇。好，那其实是因为我不了解除权息它有几个重要日子。那今天呢，我就将这些重要日子呢跟大家分享。好，那第一个，我们的配息的日子的话呢，主要有4个日子。第一个叫做发布日，第二个叫做除息日，第三个叫做登记日，第4个叫做支付日。那各位基本上只要记住其中3个日子就可以了，就是发布日、除息日跟支付日。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发布日的英文叫做 declare date， 那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公司会公布它这次应该要发放多少股息，然后以及它是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什么时候支付的日子，它都会在这一天当中公布出来。那第2个日子叫做除息日。如果有投资台股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台股除息是有分为2种，一种叫做现金股息，一种叫做股票股息。那美股的部分的话呢，就只有现金股息。那现金股息是怎么样做运作的呢？假装现在有一档标的，它原本的开盘价格应该是100元的话，那如果它今天是它的除息日的话，那它要配10块钱股息，那它的开盘价就会从100元变成90元，也就是你的开盘价会马上减去你应该要发放的股息。好，那第3个日子也就是登记日。登记日的意思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有你的名字的话，那你就享有配发的股息。有人就会说啊，那我在登记日这一天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不就好了吗？不行的哦，因为美股的交割日期是 T+2， 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买进的话，你要在2天之后，你才算是真正的享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所以说，假装3月24号的时候是除息日，那3月25号的时候是登记日。通常登记日都是在除息日之后1天，也就是1天的工作日。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除权息的话呢，那你就要在多少？你就要在3月23号的时候，你就要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你才会在登记日的时候在股东名册上面。OK， 好，那第4个日子叫做 payout day， 也就是支付日。股息就是要在这一天它才会汇到你的户头当中。所以说不是说你除息日当天它就会将钱汇到你的户头当中啊，不是这样的，它是要在支付日这一天才会汇到你的户头当中。所以各位不要在那边怀疑说，我明明有参加除权息，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钱？是因为还没汇进来而已。那聪明的人现在就有一些疑问他会想说，那如果我在3月23号的时候我买进了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我在3月24号的时候我卖出这家公司的股票，请问我可以领到股息吗？答案是可以的。因为你在3月23号的时候，你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你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会到3月25号才会进行完全交割。所以在3月25号的时候，你的股东名册上面是有你的名字。虽然你在3月24号的时候你把股票给卖出去，但是你也只是在3月26号的时候才会将你的名字从股东名册上面给移除。OK，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日子了，我们马上来做一下实际的演练。好，我比较喜欢推荐的话呢，就是一个网站叫做 Morningstar。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家公司它这些日期要在哪里去查询。我这边打 Morningstar， Morning 嘛 ，Morning Morningstar。好，那这边的话，第一个网址就是我们的网址我们点进去，这边有一个翻译成中文，你翻译下去，这个网站就全部变成中文了。所以大家不用害怕说我要投资美股，我英文超烂怎么办？而且各位不用担心 ，Kevin 自己的英文也没有到很好，多益也没有超过600分。所以说投资美股的话呢，不用说你的英文一定要特别的倍儿棒你只要懂得使用 Google 翻译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试用一下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一样是使用 NO 这支股票。那我们这边打左上角我们输入 NO， 那 NO 输入进去的话呢，第一个是梅西百货不是梅西百货。我们应该是 LHR 吧，看一下这边看起来是没有，所以我们就按下面这个查看 NO 的所有结果。我们点进去，我们来找一下我们那家公司，我们那家公司叫做奥驰雅，所以我们就点奥驰雅，点进去，那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它就是专门分析有关于奥驰雅，就是 NO 这家公司股票的一些资讯有非常多的资讯。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股利的，那我就先介绍股利吧。那股利的地方我们把它点进去，
网络有点慢哦，没关系哦。好，我们往下滑，我们会看到它已经有将我们今年发放的股息的一些资讯已经贴在上面。好，首先除息日就是在3月24号，然后它的记录日也就是 record day 是在3月25号，应付日也就是我们支付日期就是在4月30号。所以说，如果我有参加除权息，在3月24号的时候有参加除权息，那我应该拿到的股息的日子就是在4月30号。那它放股息的方式就是以现金股利的方式进行发放，然后它的数量，也就是它发放的一个量是多少，一股是发放多少美金，是 0.86。好，那我们可以往左边滑一下，左边滑下我们会看到登报日申报日就是它公布这些资讯的日期是在2月26。那通常都是在除权息的前一个月就会发放一些有关于除权息日子的一些相关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它历年它的发放的日子是是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以及它发放的金额我们都可以看到。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2020年它的最后一季，它是在12月24号的时候除息。那它的申报日期是12月17号，它只有提早1个礼拜而已所以它有时候时间是蛮不稳定的啦。好，那再来是记录日是12月28，这时候就有人怀疑说，Kevin 你不是说除息日之后加1天就是记录日嘛，也就是我们 record day， 那为什么这边差了3天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日历我们可以看到在12月24号的时候是礼拜4，那12月25号的时候是圣诞节所以圣诞节是没有开市，那这天就不算。那26、27的话是礼拜6、礼拜日那这2天也是没有开市的，所以在28号的时候才是 record day。 OK， 好，那这个网站基本上就会分析很多有关于台美股的一些资讯那如果各位想要更了解这个网站是如何进行操作的，可以在下方留言 Morningstar。 好，那 Kevin 就会分享有关于 Morningstar 这个网站该如何进行操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网站它有的时候它的资讯可能会有点延迟，或者是它资讯可能会差距这么一点点，就是它股息它可能发放会差距一点点。好，那我们要看真正正确的答案的话呢，我们要到他们的官网。那官网要在哪里看呢？我们可以点这边是引用的部分，我们要点下去，我们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是公司的简介。如果各位不了解这家公司的话，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些公司的简介。好，那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官网的部分。好，官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点进去。好，点进去我们就会达到 NO 这支股票，就 LHR 它的官网。那官网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是全英文，那我们也是一样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说Google 翻译真的非常好用我们直接按这边投资人的部分通常在美股有上市的公司，它的官网都会有一个投资人专区所以我们在投资人专区我们就要找股利资讯，我们把股利资讯按下去。那我们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到 NO 这支股票它的历年股利的一个柱状图。那有人就会有疑问Kevin 你不是说 NO 这支股票它已经连续股息发放超过51年了吗？为什么这边看起来好像股利有中断那其实是因为它在2007年跟2008年的时候，它有2家公司分拆出去，然后在会计做账上面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调整。那但是其实你的股息还是越领越多。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那我们看到这边 NO 这家公司它在2021年它的股息表已经把它全部都列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下次除息日是6月14号，这个日子不错然后第二个除息日就是9月14号，然后最后一个除息日就是12月22号，它都已经把它给列出来了。各位如果想要参加 NO 这支股票它的除权息的话，那你们就要注意这些日子，我可以把它写在你们的笔记本上面我是有记录下来。然后我们都是要在除息日前一天就要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我们才可以参加这家公司的除权息好，那我们再往下滑往下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家公司它的历年的股息一个发放我们都可以看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到我们的 PPT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如何去查询每一家公司他们发放股息的一个日子。那我们来做一下实际的演练那 NO 这家公司它的除息日是3月24，它的登记日是3月25，支付日是4月30，它发放的方式的话呢是以现金的方式发放，那数量的话呢是 0.86。 那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凯瑟他在3月24号的时候他买进了1股的 NO， 请问他可以领到股息吗？答案是不行的
他需要在登记日的前2天的工作日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他才可以参加除权息。好，那第二题，如果凯瑟在3月23号的时候，他买进了1股的 NO， 然后他有设定股息再投资，假设4月30的时候呢 NO 的股票呢是每股50元的话，请问他可以自动买进几股？那这边呢 Kevin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美股的差别啊。美股的话呢，可以进行股息再投资自动进行股息再投资，但是台股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制度。那个股息再投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股息再投资就是当股息发放下来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帮你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并且可以买到小数点第3位。那有人就会说，这样有差别吗？其实 Kevin 认为差别蛮大的啦。那以台股来讲，台股不能进行股息再投资，那它就会有几个限制。那第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些股息，我们自己用手动去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我们就要被扣除1%的手续费，就是 0.1425% 的手续费。好，那第二个限制就是，台股它最低的交易数量是1股，所以说如果你的钱、你的股息不够买进1股的话，它就不能买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那美股的话呢，如果你进行股息再投资的话，你的股息再投资，它买进同一档标的的股票，它可以买到小数点第3位嘛，然后它也不用付手续费，所以这就差别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那这一题的话呢，凯斯它可以领的现金就是 0.602 元就是1去乘上 0.86 再乘上 0.7。为什么要乘上 0.7 呢？如果你是投资一家在美股上市，然后登记在美国的公司，那你就要被扣除 30% 的股息税如果不想要被扣除这 30% 的股息税，你可以投资英国登记的公司，然后在美股上市那就不用扣除 30% 的股息税。那这边举例的话就是 BTI 这家公司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凯瑟它可以领的现金就是 0.602。那如果它没有进行股息再投资的话，NO 一档股票，它的1股是50元，它根本连1股都买不起但是它有进行股息再投资，所以它可以买进几股 0.012 股。哇这是非常的棒它的股息已经可以马上再帮它赚钱。它这个 0.012 股在下次的除权息的时候，它就可以再帮它领到更多的股息。那有人就会说，这一点点有差别吗？这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棋的棋士他非常厉害，他领到了全国冠军，然后国王非常的开心他跟这个骑士讲说，你想要什么礼物我都送给你。那这骑士他就说国王，其实我很谦虚啦，你只要在我这个棋盘上面，第一个你给我1粒米，第二个给我2粒米，第3个给我4粒米，以此类推，每一格都是前面1格的1倍我的米量的话，我只要这些米就好了。那国王就心想，这看起来很少好像没什么。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个棋盘它有64格，你知道这些米算起来的话，就算是我们现在社会全球的米的产量都没有这么高所以说复利的效应就是这么的惊人，一点点的累积就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被动收入。所以以美股来讲，它的股息再投资可以买到小数点第3位的股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制度对那些小资主来讲更是非常的棒。怎么说呢？小资主他通常投资美股，他都只能买1股或是2股你知道吗？ NO 1股是50元，换算成台币就是1500块台币所以说这也是非常的多那对小资主来讲，小资主可能就只能买一些零股。那他买这些零股呢，他领的股息，他的现金股利根本就买不了1股所以说他进行股息再投资的话，对小资主来讲就是非常的棒，他就马上可以开始进行钱滚钱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要投资美股的话，小资主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 bonus 的一个互动时间啦。第一个，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有参加过除权息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1，那喜欢美股股息再投资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2，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美股的投资知识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3。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且追踪。那 Kevin 会在这个频道呢，定期的更新一些台美股的一些投资知识，让大家可以越来越成长。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拜拜。